我是项羽，是楚国的西楚霸王。江东父老说我是项氏一族的希望，是项氏一族的荣光。可事实绝非如此，我并非英雄，只是一个背负着因果陈家，在轮回中挣扎了2000多年的罪徒。在我死后不甘成为一个孤魂野鬼的那段时间，我游历大夏2000多年，我见证了朝代更迭，我见证了历史走向，我见证了大夏被异族入侵，我见证了大夏之崛起。然而此刻的我却无能无力，我深刻反思，或者那个男人是对的，天下必将一统。只是我内心始终有一股倔强，我想跟那个男人一战雌雄。嬴政还不滚出来受死！项羽一声呐喊，然而却是鸦雀无声，一时间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一度以为嬴政是真的嘎了，内心突然有些孤独，没有对手的感觉，但突然却有些疯狂了起来。黑色液体，就凭你也敢侵蚀本王的意志，给我压制！项羽不可放肆。你是男的女的？刺激这么大吗？不应该吧？这时代成为女性，她应该很开心才对。我是赵高。赵高，我还以为你是东方不败。当年鸿门宴上没有宰了你这阉人，现在也不迟。陛下，高不能再守护您了，这瘟神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还不回来看家。嬴政经，你这厮还不回来，都要被偷家了。虎蛮子，再活一世不提，何必再来相思？要不要这么能装？云深不知处，某处实验室，嬴政经正在发呆。嬴政经，你发什么呆嘛？在做实验呢，能不能认真一点？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似的。会不会是你七大姑八大姨来了，然后你不在家，他们发现你不在，然后疯狂拆家，所以你现在就在想你忘记你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来？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趣，很中二？墨菲定律你懂不懂的？不管这种可能性多小，它总会发生。你也有一种感觉，好像忘记什么似的。说的也有道理，要不你出去看一下，反正你待在这里也是个透明人。你也为时小计，这不就可以出去了吗？这时代这么好玩，干嘛要跟在这两个木头身边？是我的错觉吗？我感觉他在笑。话说，新的小白鼠何时送过来？就这几个，根本不够做实验啊！不着急，马上了。比起实验对象，是不是该先考虑制作免疫法器的材料？给我纸和笔，我将材料写下来。这点制作材料，我当然早就想好了。你要知道，我可是早前就被6耳猕猴抓去研究感染生灵 ，SM 锁链就是那时鼓捣出来。对于什么神材仙料能抵御感染生灵侵蚀，我太了解了。水神共工和黑城隍孵化的蛋还没有动静吗？还没有。自从沦陷西天一战，水神共工或者说黑城隍，他们感染融合了从18层地狱带来的新生同伴后，便凝成了这个蛋。不管是蛋的模样，还是西天一事，至少我等不用担心。从西天一事，如来佛祖的情况，确实情况是对我等好的情况发展。就是不知道要多久才孵化出，我等可没时间多等。先不说共工的事情，此次天庭的反攻如何了？你看着伤得不轻。唐三藏逃出大雷音寺，去到不周山和玉帝会合，西天沦陷应该也不会被察觉，也不至于天庭最近进行疯狂反扑，但也无伤大雅。天庭今天的反攻势激烈，我差点就被镇压，好在有大捕捉的上帝化身们影响了战局，再加上天庭虽强，但终究惨于我的子嗣与巨人族神灵大军搭配上帝化身大军，天庭的反扑翻不起风啊！倒是我进行无用功的担忧了，有你洛基相助，天庭确实翻不起风了。你敢信？本巨砸了几次的黑城隍，不仅融合了水神共工，吸收了百万天地之子的下人，这层一颗蛋即将破茧而出，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他又要史诗级加强了。要破壳了吗？都后退，别靠近水神共工的蛋。
这气息连我等都不是，不会失控了吧？洛基眉头皱紧，作为在场唯一的非感染生灵，他要比撒旦申公豹来的感受更深。此刻，他注视蛋壳裂缝处，企图想从中一窥蛋壳内究竟。这是什么东西？他还是水神共工吗？还是黑城隍？你现在是共工吗？还是？是。申公豹眼皮抽动，神色古怪。虽然水神共工承认自己是水神共工，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现在的水神共工言行举止、穿着一点不像曾经的水神共工，反倒是更像是黑城隍。我有了新的名字，叫黑神皇。虽然争夺成功，但还是被黑城隍潜移默化影响了吗？你终于苏醒了吗？申公豹回头看去，只见感染仙殿门外，感染的如来佛祖不知何时出现，其通体漆黑佛光，说不上来的邪恶又慈悲。我察觉到了你的苏醒，赶了过来。你终于彻底感染进化，如今感染进化出关，我擅作主张，不再驻守在西天大雷音寺，前来恭贺，还望别介意。没什么好介意，本来让你驻守在西天，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黑神皇出关，你确实也没必要留在西天。被黑神皇转化的重度感染生灵，与黑神皇有着冥冥中联系吗？是进化后更特别的感染共鸣？我对诸位与天庭的对峙不是很了解，但据由大共享与我的信息，我怎么不记得有其他生灵作为同伴？你问出了我的心声，为何我等同伴里会有其他生灵？洛基明显感受到了如来佛祖眼神的不善，但很快，和事佬申公豹上前开口，将洛基与感染生灵联手的事情噼里啪啦、叭叭叭说出。原来如此，这么说，这位来自北欧的朋友，你想成为重度感染生灵是吗？黑神皇神色笑眯眯，洛基自诩诡计多端，却不知为何，此时在他面前，他被彻底看透，甚至有种发毛。你一个上古神灵，怎么用的是近代的问候方式？你是在害怕我吗？你既然是申公豹撒旦认可的同伴，我不会对你出手。当然，你要是想被感染转化，我可以帮你。我现在不用，我需要回去找奥丁。如果我以重度感染生灵的身份回去，奥丁不可能同意，只觉得我被同化。那你可以先转换我的神明族人。当然可以。带班，带班！阿索斯虾，你感觉如何？洛基大人，我感觉很好，前所未有的好，实力变得强大。感觉如何？除了疼痛外，没觉得哪里有伤害，这就是重度感染生灵的力量吗？洛基大人，这太强大了！阿索斯虾无法掩盖的激动，皮肤恨不得要去跟天庭再度开战，准备于大战中大显神威。接下来洛基要进行转化吗？我即刻为你进行转化。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先找奥丁协商，待到他同意联手。谨慎又诡诈，这性格我喜欢。他若成为同伴，会是强大的同伴助力。看来想要转化成重度感染生灵，终究是需要心怀极致恶念，所以转化的其实不是生灵变成重度感染生灵，而是转化恶念啊！看出了转化的真相，洛基并未皱眉或者生气，相反有着满意之色。转化为恶念，只有这样才是志同道合啊！如果是直接转化的是重度感染生灵，一旦对方心怀善良，或将最后变成斩向我方的屠刀。听巨人界的消息，你调遣了巨人神族前往了东方的天庭。是啊，是的，杀了个痛快。奥丁，你当年征战了9界，至此一统9界，成为北欧的众神之王。尽管你常说老了，征战不动的，但我知你骨子的好战。这一次若联手重度感染生灵，我北欧神界的版图将扩大，你的北欧神王之名将再一次响彻诸天神话。嬴政，你终于出现了！啊，朕认识你吗？你是谁？项羽，项氏一族。原来是楚国余孽啊！怎么找朕何事？报仇？嬴政，打败我吧，让我臣服于你。此言一出，不仅惊呆了嬴政，
也惊呆了赵高，更惊呆了某处的小狐狸。用正经的话说就是见过贱的，没见过这么贱的。难道他这是来找虐的？以为朕刚醒就好欺负？这就是你来找朕的原因。嬴政，失礼了，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请求，成全我吧。黑色液体怎么这么熟悉？好像跟前面几集拍走了什么东西一样。别痛！该如此，那再接我一招。是嬴政，即便2000多年过去，用了那黑色诡异力量，还是敌不过他。你败了，朕需要一个理由。嬴政，你一统六国是对的。不行，这个法器扛不住感染侵蚀，得再改良改良。我说陈渊泉，你行不行啊？这已经你第10次改良实验了。你看他10次，别再当嫁祸好，明明是5次好吗？至于其他的5次，明明是按照你的想法来改良。真要说起来，那是你的实验方案，错的是你。那就是55开了。既然这样，这次继续换我的改良方案来。先按我的来，我感觉马上就快改良出了。我不要你感觉，我要我感觉。如果改良不出，那就换我的。可以。两个伟大的伪科学家，你一言我一语，惊呆了旁白的吃瓜群众。黑雾前辈，你说陈渊泉和叶之王会成功吗？一定会成功。上次嬴尊改良出的那个法器叫什么来着？一次性口罩。对，一次性口罩实现了真男人模式3秒左右，不对，好像是承受了5秒真男人模式。5秒，那很不错了，说明他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这两小口小声议论，丝毫没有对那2位伪科学家造成丝毫影响。你的血给我一些，要多少？10来滴吧，能多给点也行，反正你也血厚，而且你之后的改良也要用到。这也被你知道了。你前面几次改良的方法，我看在眼里。你是以自身的免疫情况为思路来研究的短暂免疫法器，那么按照接下来，你差不多该用自己血液了。所以你这是被我的思路说服了吗？我只是实事求是，既然你的思路成效快，自然就是用你的。我追求的是成功，在我眼里，科研的结果没有对与错，只有成与败。科研就是要尽一切去成功。等我试验成功了，就算那是你的思路，但试验成功的是我，那就是我的成功思路。能把偷窃讲的这么清新脱俗，难怪你姐姐说你很贱。那能叫偷？作为科研人员，那能叫偷吗？那叫借鉴，那叫仿制。况且我可不是一味的借鉴，我还在此程度进行了进一步改良。孔乙己，那我等下也改良吧，在你借鉴我的思路改良上，我再进一步改良。你才是孔乙己，居然偷我思路，那能叫偷吗？那叫借鉴。两人在研究法器上争斗，一旁的小两口看得有些羡慕。这是不是当初嬴尊在神在月之日所说的羁绊的力量，劲敌促进成长？这你也信？你敢信？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竟然跟嬴政认错了。你何错之有？一统六国是大势所趋啊！这句话从项羽口中说出来，嬴政是99%不相信。朕苏醒，这是道事变了。正经说改，项羽这个人生性残暴，只佩服像他那样的强者。不行，朕得试探才行。朕残暴凶狠，灭绝人性，滥杀无辜，连自己的亲族都不放过。2000多年来，我看到有多少帝王的手上没有腥风血雨，有几个君王不残害自己的同胞姐妹，他不嘎他，他必嘎他。这样的故事以前有，现在有，以后也绝不会绝迹啊！朕暴政不断，侵略他人国土，惹得天下人唉声哉悼。2000多年来，我在地府接受9年级义务教育后，发现你嬴政灭六国只打了10年，而六国之间的战争却打了整整200年，200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是你把六国变成一个国家，让天下人共享繁荣昌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朕一度想要长生不死，让大秦万世长存。好啊，这该死的徐福真是废物，郑国就想要一个长生不老丹而已，这都办不到，真是废物。不是，
他真的是像你，郑哥都喊上了。嬴政，你不知道，这2000年来没有你，这天下也没太平，还是战争不断，死亡不断，哀嚎不断，痛苦不断。如果你万世长存，这天下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敢想吗？朕想过何止千万次，天下分裂，列强横生，后世子孙将永无止息地陷入战乱和灾难之中。如果朕没有沉睡，朕想要征服世界，征服一切，或许他是个很好的打工仔。嬴政看着蠢蠢欲动的项目，想起了嬴政经说过的话，深深地把刚要喷出的这句话藏在了心里。朕想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安生日子，让天下一统。你可愿意追随朕？愿为始皇，打下天下太平。真不愧是朕，风采依旧。你当真可以还天下太平啊？咦，狐狸精，哈哈哈！正好饿着肚子，刚好可以做下酒菜。朕也好久没吃过肉了。鬼族，他追来了。而另一边，摸鱼达人解说聂贤的无聊，也不知道跑到哪里摸鱼去了，一路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还是想不出来，聂到底忘记了什么？算了，这世界如此精彩，干嘛要想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呢？辛苦了2000多年了，得要好好放松一下才行。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和善的老人看着葛聂的穿戴，还有那扭扭曲曲的骑车方式，心中已有了注意。你别跑啊！撞人了，撞人了！快来人啊！这就是君上说的碰蹭。你别跑，你撞到我了，不给个180万，你别想跑！说完，这只老虾上下打量着葛聂，眼睛越来越发光。哇，发大财了！他身上那把武器，难道是先秦时期的古董？至少价值100万以上了吧？大家评评理啊！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撞了我，现在还想跑！你们看看我，你看我腿都受伤了。这少年太可怜了，碰上了这么一只老赖虾。对呀，安全距离都没有把控好，难怪会被碰死啊！你说大声点，我没听到。安全距离，安全距离。群众你一言我一语，然而我们的聂大侠很淡定地看着这只老虾。你想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什么错误？我是大罗金仙境界啊！我碰死修仙者了，这狗屎大运都能碰。碰死你一个凡人也敢碰死在下？不是，我只是不小心摔倒了。这时，一个一丢丢的威压压着这只老虾，瞬间趴下，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他爆体的一瞬间，又被聂大侠给复活了，反反复复。这力量还属于碳基生物吗？哎呦啊！老人家这样可尽兴，还要不要再来一次啊？不要再来了，我求你了。既然尽兴了，那就麻烦你让开一下，在下还需要赶路。那个，我有一事不知道该不该说。说，大侠能不能先站起来？我被你压着站不起来。小兄弟，你这也太失礼了吧！竟然让一个老人家给你让路。你胡说，他是自愿的，你说是不是？是，我是自愿的。别哭，怪难看的。他是个好人呢，我真是禽兽。君上说的没错，不管是什么时候，实力强大就是道理，难怪他能保持那么多年不赦。托尔召集进程如何？父神，我已通知9界的神明们，各9界的神明已听从安排，在调遣统御的神族，集结神明大军。可以，还有什么要禀报吗？父神，我去了一趟亚尔夫海母界，精灵神王告知我，奥林匹斯神界最近有所动静，好像是在众神集结。洛基，你觉得奥林匹斯的动静与天庭与感染神话有关？东方天庭强弩之末，但东方负隅顽抗，其中东方人间有一人，名为夜之王，他是如今感染神话黑名单上的第1名。他多次阻拦了感染神话的入侵进程。我想奥林匹斯的动静多半与他有关。你既与感染神话合作，
以你的性子，不会打没把握的神战。说吧，你对奥林匹斯神界有什么看法和措施？奥林匹斯神界的加入确实有些出乎意料，但也不用过多担心。西天已经沉沦，如今西天神佛被感染，感染神话得到极大的补充，有着感染神佛、感染天使，未尝不可与天庭、奥林匹斯神界一战。话是如此，但奥林匹斯神界的强大不容小觑。托儿，你说的没错，所以感染神话可不只是邀请我合作。同一时间，上界属于玛雅神明居住的神明之地奇琴伊察。外来者，滚出去！纵然我玛雅神话衰败，也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外来神明可以踏足。我非有意擅闯，我为来自感染神话的神明申公报，来此只是想与玛雅诸神做一笔交易。玛雅诸神可想重整玛雅神话的辉煌。来自东方的神，我可不是来听你的无聊吹捧。与蛇神大人说的是，玛雅神话落寞，人间的玛雅国度更是几近灭绝。即使还尚存后代，后代也忘记了玛雅身份，忘记了玛雅国度的曾经辉煌，甚至后代分散开，想要重现玛雅神话的辉煌，似乎已成为不可能。东方的神，如果你来此是来数落我玛雅神话，纵使我玛雅神话落寞，但也不是随便一位外来神可当面羞辱。羽蛇神大人，稍安勿躁，只需重新降临阳间，重新培养出信徒，将玛雅人的后代聚集，将坐落于人间那片雨林的羽蛇神神庙重修。你说的我岂会不知，但你说来轻巧，现实并不允许，诸神已不得轻易降临人间，尤其我等没落神话。羽蛇神大人，时代该改变了，诸神上界即将引来翻天覆地的大巨变。我今日非代表天庭而来，而是代表新生的感染神话而来。我感染神话在此撑腰玛雅神话，将曾经的上界神话秩序打破，重新缔造属于我等的神话秩序。秩序更迭下，降临不降临阳间，将由我等说了算。感染神话，我是祖龙秦始皇嬴政，老子苏醒了。而今天来了2位不速之客。你是什么垃圾，也敢班门弄斧？有意思，真有意思。小狐狸，你带的好路，这颗星球很美丽。可恶，竟然还是被他追过来的。你是谁？哥哥们，实在抱歉，我是青青宇宙国逃亡而来的小灰灰，我的宇宙国被鬼族入侵。小灰灰一阵巴拉巴拉，然而我们的正哥却是只听到了2个字：鬼族是什么玩意？难道是那个黑色液体的玩意？怪不得有种熟悉的感觉，这个被我控制的黑色的液体是鬼族吗？请求哥哥您救救我等。没有问你，你在鬼叫什么？啊，我白说了，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你是谁？路易呢？记住本币的名字，古乃松帕鬼族大帝，绝不死。大帝，大帝，你才不是大帝，你就是个准帝。你才不是大帝，大帝一个手指头都能揉捏你。挂走。放肆！我的天哪！大爷，我没有交闪现。外来者，你是什么鬼族？朕不管，你想嘎了这只小狐狸，朕也不管。但有一条，你也别把朕当做摆设，离开蓝星，朕也不会管你。但是你听好了，这蓝星是朕的地盘，容不得任何人在此撒野。大爷，我就在此3秒，那又如何？向你听命，即日起，朕命你为降魔大将军，把他嘎了。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你懂的。明白，正哥。不讲武德，我还没说开始。抱歉了，为了回敬你，这是我2000多年来闲的无事在钓鱼中最新领悟技能。太极相法，五行八卦，巽卦，龙卷风攻击。无差别攻击，杀敌1000自损800。洪荒世界太危险了，我想回去青青草原宇宙国。
你是杀不死我的，我们鬼族是不死不灭的。哥哥们不可大意，他们鬼族拥有再生能力，常规手段是杀不死他们的，除非一击必杀，一个细胞都不剩的那种。就凭你们也想干本地，待本地离开这里，召集百万大军，你等全部都得死。项羽，10秒，10秒后你拿不下他，你也没资格当朕的手下。不必10秒，9秒就够了。啊！不是，哥哥们，你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这个世界的人怎么那么难沟通啊？难道是语言不通？不知为啥，我感觉我人格受到了侮辱。刹那间，鬼族半地舔布斯猛然抬起头了，只见项羽一手摸着他的头，脸上露出一股诡异的笑容。这种熟悉的感觉让铁布斯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机会转换为我的力量吧。老乡，你是我的老乡啊！开头有这有多惨？他只是一不小心入侵了洪荒宇宙，又一不小心遇见了始皇帝，又一不小心跟项羽打了一架。就在他强力逃亡之际，得到史诗级加强的项羽寄出一个黑色液体。老乡，你是我的老乡。老乡，你说我们是老乡，有何证据？老乡，应该是跟那个什么被我打飞的黑色液体有关。完了，我这是又羊入虎口了吗？老乡，你说我们是老乡，有何证据？哟，你手上的黑色液体就是证据，它是我们伟大鬼族原体，同为重度感染者的接着，所以我们是老乡。原来如此，老乡啊，我最喜欢打老乡了。咦，剧本不对，我过来洪荒是不是拿错剧本？剧本就是这样，你就是我亲爹，老子也照悉不误。为族逆法，为地求饶，求饶者不他。瞧你！于是乎，在项羽一阵绝会加漆黑之后，项羽的实力又得到了史诗级加强，一举突破了大罗金仙中期。这就是大罗金仙中期的实力吗？勉强可看，但是好像还是看不透正哥的实力。你是鬼族的人？你是说这个？项羽祭出黑色液体，然而却被一股力量囚禁着，影响不了项羽分毫。然而小灰灰却是一脸惊吓，吓着他吐出一口凉气。这黑色液体有那么可怕吗？怎么没啥感觉？这不科学！你是怎么免疫感染的？说来也奇怪，就在前面不知道多少集，地府好像被这个黑色液体破坏的惨不忍睹。那时候的我还是个灵魂体，这些黑色液体好像要入侵我，然而它们却是进不了我的身体。当越来越多的黑色液体聚集来后，我感觉我好像复活了，而且黑色液体膨胀跟我身体强烈碰撞反应，产生出能量被我吸收，转换为我的能量，使我能操控这些黑色液体，从而得到史诗级加强，一举突破到大罗金仙。我这么解释很合理吧？不是，这加强也太离谱了吧？还能增加脑智商，有这等好事。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很合理。等等，容我分析一下。根据青青草原宇宙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曼大帝分析，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霸体？可以杜绝不超过3个境界的黑色液体，还可以吸收转换为自己的能量，难怪你可以免于感染啊！你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鸟语？小灰灰一脸无力感，世界观不通，语言不通成为了他此刻最心累的事。哥哥们，听我道来，如此，这般，阿巴，咩。10秒还行，有进步，但不够，还是换我来吧。陈渊泉，你不行啊！就在刚才，陈渊泉改良出最新的抵抗感染法器，结果只是真男人了10秒便被感染，嬴政京当场打去。再给我改良一次，我肯定能成功。已经让你一次改良机会了，再让就是你耍赖了。行吧，那你来，反正最终肯定是我改良成功。说哟，不好，我觉得我这次就成功了。不过在这之前，我接个电话先。来消息了吧？是小黑来联络了，我看看怎么回事。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去找北欧神话和新生的克苏鲁神话。由于关系到感染神话大战，陈渊泉亦感兴趣，投来目光。一开始，嬴政京还有着笑容，但没过多久，嬴政京挑眉，一脸哭笑不得。哦哟，克苏鲁神话这么中二的吗？也是，西方那边的思想确实那样，老喜欢以大欺小。是啊，现在的西方还是玩老一套，
尤其是某自称超级大国的，动不动就是自视甚高，傲慢得很，但明明都衰败了。由西方孕育出的克苏鲁神话的神明，傲慢也是情理之中。由信仰孕育出的神话，克苏鲁神话的生灵值得研究啊！本来我还想着，要是能联合，能找机会研究研究他们的生灵语种自带混乱 buff， 而且还带有蛊惑性，堪比当初被上帝感染的效用，并且某种程度上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等生灵其实也可以说是不死。我还在人间的时候读过克苏鲁方面的书籍，据说他们只要信仰在，只要还流传克苏鲁的传说，他们将不死。不行，好想感染他们啊！感染了他们或将成为更诡异的生灵吧？你这么想见到克苏鲁生灵吗？当然，那些生灵很特殊，你没见过，你当然不知道。我可是熟读过克苏鲁的书籍，如果他们真如书籍所写，他们将极具研究价值。陈渊泉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侧头看去，嬴正经正咧嘴笑着注视他。你不会是想要去混沌维度吧？知我者莫若陈渊泉啊！我说夜之王，不，我说嬴正经，你认真的吗？你准备去混沌维度，可别诓我，你知道的，骗我，我可是会生气的。骗你干嘛？又没好处，有那个功夫骗你，我不如去找高天元女性神明骗炮，那多没意思啊！阳历2013年，鬼族入侵，惨不忍睹。原来如此，怪不得到2013年的时候，青青草原我就看不到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倾听宇宙国，鬼族有本事就来呀！哈哈哈，知我者正哥也。不是，有什么内容是我 VIP 赵高不能听的？竟然都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哥哥，我说了那么多，你们一点都没听进去啊！强如洗大帝，还有我爹灰大帝，都不是鬼族的对手，他们可是大帝，相当于你们这个世界的准圣境界，这要怎么打？那又如何？朕所过之处，朕所知之处，都皆可成为大秦之领土，只需告诉朕如何过去。倾听宇宙国。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如此猖狂的吗？为何他的口气如此之大，我却不自觉地相信了他说的鬼话？说完，小灰灰一脸尴尬，随后祭出破碎的星罗盘。嬴政瞬间就明白了什么。正经小说中有写过，圣人之境才能随意穿梭宇宙，圣人之下只能借助道具才行。不过朕出关后都没有感应到圣人境的强者，这倒是有些奇怪。修复需要多长时间？1得1， 1 2得2， 2 2得6。正哥，根据我在地府学的9年级义务教育，我也是学霸级别来的，是我学废了吗？可能是文化差异。哦，合理。哥哥，根据我计算，至少需要9982，但是这里灵气充沛，不要9982天，不要8862天，只需7748天，7748天我就能修复这个星罗盘。赵高，你为他护法，顺便教他认识一下这个世界的语言，早日修好星罗盘。是，陛下。多谢姐姐，我一定会努力的。姐姐，高已经轮到这个程度了吗？但是他好可爱，高不忍心。小灰灰，姐姐保护你。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惊呆了一旁的项羽，但是他也表示理解，毕竟2000多年过去了，他什么没见过。随后两人就来到了一处结界，这是嬴正经所下的，是为了防止有人不眨眼的盗墓贼过来打扰正哥闭关，但好像并没什么用。项羽，随朕出秦始皇陵。好嘞，正哥。2000多年过去了，正经说过，2000多年后的世界才是精彩万分，有数不尽的吃喝玩乐。呵呵，那庶子就知道吃喝玩乐。如今的天下是怎么样的，朕便要好好瞧瞧。正哥，这里有说明书。一拳能轰碎，算你勉强及格，不然你就是个渣渣。妖货，我这暴脾气。警告！一点伤害都没有，垃圾就待在垃圾堆里。不是，这是人能写出来的警告语。正哥，你得罪谁了？这么缺德的话都能说出来。那庶子欺朕太甚。不堪一击。随着嬴政走出秦始皇陵，迎面来的却是一大堆现代科技。这是什么？竟然会飞！正哥，这个好像是监控，是现代公分家和墨家发明的机关术吗？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们现在不叫机关术，而是叫科学。理解，时代在进步，朕能体会。只是这个叫监控的东西有何作用？根据我在地府9年级义务教育学到的知识中记载，这个监控类似一双眼睛，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原来如此，那正好可以让那些异族知道，朕已经出关了，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说好的理解呢？说好的能体会呢？就这，哼，敢监视朕，不知好歹。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而此刻，随着嬴政出关，不知道前面几集地府大乱后的各个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本就不该出现的人。他们有的被黑色液体感染者，有的还算正常，但无一例额外，个个都身怀绝技。总局根据查到的消息，目前已知从地府逃出来的人有几十个，其中著名的有张角、韩信、项羽等等，基本都是先秦时期的大人物。这些问题暂时还不大，应该没有先秦之上的人物出来吧？目前还没查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什么事情？秦始皇出关了。我是祖宗嬴政，今天朕出关，统领地位，君临天下。我是项羽，今天我是郑哥的小弟。没想到我竟然见到了活的祖龙嬴政，不过今天就要成为我等重度感染者的同伴。尔等何人？这是来迎接朕的吗？老乡，我闻到了老乡的味道，他们都是我的老乡。申公豹下令拿下祖龙嬴政，以免他成为下一个夜之王嬴政将。带班！好家伙，这数字这么快就打响名声了，正好。正头正经点朕的这玩意用不到，今天出关的第一天就拿他们来围个鬼。郑哥，我已经饥渴能耐了。我没把握。太极枪法，无限八段，迅暴龙卷风攻击。什么？你们怎么都是免疫感染？这怎么可能？他们不是人，是魔神。带班！兄弟，你走错路了，你怎么往后跑？我知道了，是好样的，你的名字会记录在史册。废话，救我！听闻你以前是西楚霸王，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啊！哈哈哈，郑哥夸奖了，这不过是虚名而已。此言差矣，不管是虚名还是真名，也都是打出来的名号。你当朕的大将军，当之无愧。知我者，郑哥也。嬴政出关了，什么时候的事？有没有引起什么异常？根据调查，嬴政出关，身后还跟随着一个人，看身形很像项羽。西楚霸王项羽，他难道也被感染了？竟然比夜之王还能开挂，这是越后期出来的越强吗？总局，对于他们两个，我们需要怎么处理？他们跟夜之王一样，估计是好人，但是祖龙嬴政他出关了，不知道他此刻对当今的天下是什么态度？需要派人去接触他们吗？立即派人过去接触，用最高礼仪。我们要知道嬴政的态度才行。记住，千万不能跟他们作对。还有，立刻联系夜之王，告诉他哥出关了，不必来寻朕，但是了解自会找你。还有，让他负责给朕一个解释。不是，他能听到我们的话。真不愧是祖龙嬴政，这么牛批。总局，夜之王电话打不通，估计不在人间。咦，不在人间？那他能在哪里？研究出来了。是的，研究出来了。这是老子跟这个不正经不眠不休研究出的可抵御感染的法器，我们命名为一次性口罩。没错，只要戴上这个法器，全身将被法器包裹一层很薄的庇护，这层庇护看不见摸不着，类似于一种无形的加护，只有遇到感染时才会发动。如果黑色液体滴落在身可抵抗，我们可以随手拍掉黑色液体，避免被侵蚀；而如果是大面积的感染，可最少抵御1个时辰。1个时辰，你确定吗？确定，因为这是经过试验测试的，理论上最久是1个半的时辰的真男人模式。好，1个时辰，这在接下来与感染神话的大战将是起到颠覆战局的作用。是的，战场瞬息万变，更何况是诸神大战，1个时辰足以战局在期间发生好几次改变。对了，你们要去哪？混沌维度，找克苏鲁神明们，怎么样？刺不刺激？有不有趣？原来如此，哎，我等办事还是不够。原本邀请其他神话联手，由我和奥林匹斯12主神来做便可，现在还需要夜之王阁下操心。不过有着此抵御法器，我想接下来邀请其他神话联手，将有了更大的把握。哈哈，那我先去奥林匹斯传送圣殿，后面的事就交给老严了。等等，嬴正经啊，有你的电话。咦，人呢？
朕复活，总有一些不开眼的人总来引起朕的注意。祖龙嬴政，成为我等重度感染生灵吧！聒噪！始皇帝和项羽，他们不会是杀疯了吧？那些重度感染者已经被砍了上百万了，黑色液体已经将10里坡外的土地染黑了，他们怎么还能这么乐不疲倦的？是啊，都被染成黑土地了。项羽，这是第几波了？第3次了。我们一共歼灭了500万凡仙境的重度感染者。我华夏境内竟然有如此之多的重度感染者，这就是你们749局的办事效率。不是，老祖宗这么高大的吗？身高估计有2米了吧？难怪他的佩剑那么长。始皇帝，我们是有苦说不清啊！您不知道，这还算好的呢。恩人老祖宗没来的时候，我们可太惨了。恩人老祖宗就是夜之王嬴政家。不是，是朕听错了吗？正经有孙子了，那庶子有孙子了，可你怎么看也不像啊，长得这么的。你是嬴政经的第几代孙子？始皇帝，你误会了，我是北宋时期的人。当初恩人老祖宗嬴政经救了我的老祖宗，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老祖宗。北宋，完了，我说漏嘴了。始皇帝知道了后面的朝代，不会直接那个啥吧？正哥，北宋是秦朝后面的朝代，斗转星移，皇朝更替，2000多年来，禹已经看透了。这台词朕怎么有点熟悉？好像是韩非子说的。项羽，你是怎么知道的？正哥，这就是科技的魅力了。项羽、嬴政2个修仙的人噼里啪啦，巴拉巴拉，谈起科技的魅力，惊呆了一旁的749局众人。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的尽头是科学吗？项羽，敢不敢跟朕干一票大的？有何不敢？始皇帝，霸王，难道你们是想？就是你想的一样。你去联系749局的负责人，这个世界的神话体系都发给朕，包括那个什么新生的重度感染体系，记住是全部信息。是始皇帝陛下。是哪位神明大人前来我打扰我睡觉？是哪位神明大人前来奥林匹斯神界？这么朴实无华的出来方式，这不是那个夜之王嬴政经吗？不错，这才多久没见，你已经是地仙境界了。夜之王大人，经过你的指点，我每日每夜的。好了，我不听，我要去一趟混沌维度，你们启用传送圣殿，将我传送过去。夜之王大人，你也要去混沌维度？是。好的，我这就帮您调整传送的上界坐标。怎么不久前雅典娜大人才去混沌维度，这次换夜之王大人去了？混沌维度那地方有什么好去的？都是一群神经病。快乐新守卫，听你口气，你去过不成？去过，当时混沌维度刚诞生，宙斯大人不是率奥林匹斯神明前去，我便是神明大军其中之一。那地方真的黑暗又诡异，我是头一次见到上界的神明之地，却比地狱、阴间都要来的阴暗、潮湿、可怖，而且什么？而且混沌维度的神明也很黑暗。可不，我感觉不比接下来我等奥林匹斯要面对的传闻中的感染生灵来的诡异。如果太乙金仙以下的神明独自进入这里，怕是要当成心灵迷失，很值得研究啊！别研究了，你确定会克苏鲁的语音？骗你干什么？我被6耳猕猴抓住，古到 SM 锁链时，听6耳猕猴讲述过各种神话。当时听到有克苏鲁神话，我可是没少来兴趣，想把克苏鲁的生灵也一并研究，所以特意去学了克苏鲁的神明语。这还是我托6耳猕猴弄来。他给我弄来了天使、仙女等生灵，其中就有克苏鲁的雌性生灵。你真变态啊！过奖，我们别耽搁了，去找克苏鲁生灵去。克苏鲁，你就是个失败者！我是这边观测者夜之王嬴政经特来审判你。狙他！哦耶！没有用的，一旦被沾染上，不是切除就可以阻拦。他感染的不只是身体，还是灵魂。那被杀你！你杀了我也无法阻止感染。先不说我杀不死，但是感染也不是我操控，感染是自主的。任何非感染生灵沾染，都将被感染。不得不说，夜之王嬴政经，你是不是以前也有过中二病？你刚才与克苏鲁的对话，真的，即便我不是中二病，我都快被你说高潮了。我也年轻过。
那么特拉斯，这算不算是你的黑历史？夜之王的中二时期？不算吧，我挺享受中二时期。中二时期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嬴政惊话音刚落，大海翻涌，克苏鲁此时已然庞然身躯被感染大半，就连其中一只眼睛都感染一半，俨然就要沦为感染生灵。随后举起白旗，旧日支配者克苏鲁，他服软了。奥林匹斯神界，赫拉克勒斯正亲民地和俩神明守卫谈论人生。向来话痨的他，即便是和神明守卫，也有说不完的话。姐姐，这次事情如何？说动了神王奥丁了吗？说不动，神王奥丁只是铁了心站在感染神话那边，他确实铁了心，拒绝了我们好意。情况很不妙啊！我这边也有坏消息，不只是北欧9界，玛雅3大神话也都选择站在感染神话阵营。如此规模，就算不怕感染，整体方面我们也不再占优。俩神明守卫在旁不敢有任何言语，但他们在听见交谈内容时，心头皆是一沉。可恶，我还是太弱了啊，什么忙都帮不上，我真是废物。我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我的有缘人怎么还没到？我只是个小兵，大人物的战斗只是大人物的战斗，与我何干？奇怪了，神王奥丁做事是霸道没错，但不是有勇无谋，恐怕感染神话那边有了什么优势，足以让神王奥丁倒戈感染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感染神话那边除了筹备外，肯定有什么杀手锏，不然也不至于无视我们的抵御法器。总之，北欧9界可以放弃了，得想想办法去拉拢其他神话，不然阵营的平衡相差太大。要不再试一试拉拢克苏鲁神话，那等神话很特殊，若能拉拢，不用去拉拢克苏鲁神话。这是有什么好消息吗？是埃及神话有进展了吗？如果是埃及神话站在我方阵营也不错，他们作为5大古老神话，足以。是夜之王，他拿下了克苏鲁神话，克苏鲁神话同意对付感染神话。啊，太好了！夜之王阁下这是干了什么？他怎么就令克苏鲁神话同意？他不是才刚研制出抵御法器吗？算时间，夜之王阁下恐怕去混沌维度没多少时间吧？难不成是夜之王阁下早就与克苏鲁熟知？是了，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克苏鲁是今时的人间孕育出的神话。夜之王阁下说，这没什么好骄傲的，是个大吓人。但凡是年轻人有过捡地上树枝当宝剑比划过，都能劝说得动克苏鲁。雅典娜绝美的笑容一顿，歪着脑袋露出疑惑。即使贵为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时也不明白嬴政惊回的话意思，但很快，雅典娜似乎想到什么，手掌一翻，一只手机出现在掌心。看来是有必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时代的人间产物了，或许能从中知晓夜之王到底是如何拿下的克苏鲁神话神明。你敢信混沌维度的克苏鲁竟然是一个中二病患者？生物一级中晚光。风浪越大，鱼越贵。能抵御混沌维度的混乱星系，能挡下5个一级，不错的人间生灵。但就算是人间的生灵，但我还未生气。一句，你给克苏鲁报出我的名号。正准备说出你的小名，怎么有事？你的名号不就是夜之王吗？我又不第一天认识你。你告诉克苏鲁，我是执掌混沌核心、统御湮灭起点的维度崩坏者，在永劫回廊与星海深渊的逆神者。还有以黑焰魔瞳冻结轮回的真理支配者，在虚数迷宫中构筑真理圣殿的因果律暴君，穿越于时之匣间与命运裂缝的中烟观测者，人间永夜的王嬴政敬。你说的每个字我都能懂，但是组在一起，我怎么听不懂？我知道了，我这就说，我承认在学识方面我远超你，但在把控生灵人形方面，还得是你。对付中二病的克苏鲁，还得是中二病啊！紧接着，陈元泉口中嗡嗡呢喃，晦涩古老的克苏鲁神明低语传出，一阵噼里啪啦，巴拉巴拉，叭叭叭，如此，这般，巴卡的输出后。跟中二病的人交谈，正常的交流是不行的，无论是来硬的还是来软的，一样都不行。只有中二病才能跟中二病对话。快！当嬴政惊亲语完，深海处有种未知不可名状的恐怖的苏醒，最终于深海中浮出汪洋海面。见过旧日的支配者克苏鲁，我当是谁？中烟观测者，但能冠以中烟的名号。话说你怎么敢用中烟？我不是来时跟你说过吗？克苏鲁神明里，外神中的至高存在阿萨托斯，他便是象征着起始与中烟。对于中二病的名头不够响亮，可无法引起中二病的兴趣，更无法博得尊敬。
我今日来此，便是来见中烟的阿萨托斯，同时也见所有的克苏鲁外神。竟然不说话，看不起我的中二病是吧？那我就再给你来个劲爆的。我是来自人间的中烟观测者，会见混沌维度的中烟阿萨托斯。怎么，我堂堂中烟观测者没有资格面见吗？阿萨托斯是混沌维度的中烟，但我为人间的中烟，同为一界中烟，你是否在轻视我？来自人间的中烟观测者，你为人间的中烟，自然有资格面见伟大的中烟阿萨托斯大人。但不知你是所谓何事来面见阿萨托斯大人？阿萨托斯大人正于混沌维度的深处混沌中沉睡，他不喜欢被打扰。我非要是即便我为旧日支配者，也不可轻易打搅阿萨托斯大人。降临人间，不知这一事是否足够打扰到阿萨托斯？降临人间，人间的中烟观测者，你也是为你邀请而来吗？不仅前奥林匹斯天照神国以及自称感染神话的神明前来了。这也不是，我为人间中烟的观测者，即使人间陷入中烟，若遵循天地的平衡，纵使人间陷入黑暗森林的法则，最终走向中烟，也与我无关。我会静静观察，看着人间走向毁灭，走向最终的中烟。但如今变了。我是人间的中烟观测者，也是因果绿暴君，执掌着因果。如今有意超出因果，违背了平衡的特殊生灵出现，他们打破了平衡，终要降至于人间。我无法坐视不管，即便我为中烟观测者，也不再选择袖手旁观观测，将出手干预。我宁愿尔等混沌维度的神明降临，将黑暗森林的法则带向人间，令人间陷入崩坏。坐使我维度崩坏者之名，也不愿意人间平衡破灭。人间的中烟观测者，你所说的特殊生灵是什么？除了我等克苏鲁神明，世间何来特别的生命？有，是他。成为人间的中烟，不代表便可信服。挑衅他！克苏鲁，你的屁话真多！我等感染生灵可不比你克苏鲁神灵来的差，甚至在你们之上。这是哪里？行走，期待神明，是昨天道，却是谁？是谁在说话？站出来！王过神来的宇宙眼神不善，让一旁的项羽以及7岁9局的人感到一股巨大压力。不知道的还以为嬴政想要来一场征服。郑哥，你是怎么了？该不会是我已经饥渴难耐了？奇怪，老祖宗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自言自语？他不是又想要？眼前的黑不是黑，这难道是鸿蒙紫气？这样解释应该很合理吧？不对劲，这妥妥的不对劲。朕都准圣了，怎么还能听到幻觉？难道准圣之后还有境界？朕难道还不是最强者？还有什么七彩神石，什么天道，乱七八糟的玩意是什么？朕没事，你继续说这些神话的故事。是，陛下。当今世界上的神话体系数量众多，很难精确统计具体数量。其中最著名的，除了我们大夏的天庭神话，就是其他5大神话和跌下神堂的玛雅神话。它们分为，你来说。终究还是打工人扛下了所有。古希腊神话既拥有超凡的能力，以宙斯为众神之王，其神话故事围绕奥林匹斯12主神。北欧神话充满悲剧色彩和宿命论，强调诸神的黄昏，以奥丁为众神之父，以及他的兄弟洛基和其他众神等。古埃及神话以多神崇拜为核心，神奇形象常结合动物特征。神话与埃及的宗教、法老统治和来世观念紧密相连，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代表神奇拉，众神之王奥西里斯、冥王等。印度神话体系庞大且复杂，神奇众多，主要是乱。代表神奇梵天、创世之神毗湿奴、维护之神等。还有凯尔特神话、岛国的天照神话、玛雅神话、阿兹特克神话等等。总队长噼里啪啦、阿巴阿巴的讲了2个半时辰后，始皇帝目前已知的神话体系就这些了，剩下的就是新生代神话。新生代神话刚出来的，没错，一个是克苏鲁神话，他们是宇宙中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强大存在，大多被封印或沉睡，一旦苏醒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不过他们很多都是一群中二病患者。中二病患者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能跟他们正常交流。这是为啥？语言不通吗？阿玛特拉斯，他们肯定是在密谈什么机密，是不能让我等知道的。好想知道，但我又不能问。你得了什么狂疾不成？郑哥，我只知道这个，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呀。9年级义务教育没教我这些。果然是神经病患者。接下来就是感染神话，
我们如今最大的对手。解说念不，解说员噼里啪啦阿巴阿巴的跟嬴政讲述当今世界的格局，而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也静静的听着，眼神黯淡无光，仿佛一切都跟他无关。当提到感染神话的时候，他眼眸中燃起了一丝希望。不死不灭，季桃，等着我。奇怪，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在说我，难道是我的错觉？算了，好久没回去了，去看看那舔狗在干嘛吧，顺便再跟他要鸡翅吃。法天象地，人间的中阴观测场，我等会与混沌维度集结，届时只需你观测到感染神话的异常录像，吾等将踏出混沌维度啊！神明助力于你。好，就这么说定了哈，到时候有需要就我肯定叫你。接下来回去吗？不回去，我可能需要回一趟阴间，阴间出了点状况。什么阴间状况能值得你去一趟？有重度感染生灵降临阴间了。你记得在跟你达成分享共识交易时，将我所知的信息共享给你时，我提到过秦广王没有？当然记得，那可是个绝佳的研究对象啊！要不是你不让，我真想解剖了秦广王的轮回转世身研究研究。你要回阴间，是因为秦广王？是，他产生变异了。我已经联系嬴尊，他说马上赶回来。你和鬼后尽快回阳间吧，尽快找到蒋欣。现在这个节骨眼，万一蒋欣在阳间祸乱，容易影响局势，我们将造成腹背受敌。黑雾，你记得小心点，现在的秦广王大人可能很危险，不能大意。我知道了，小谷，我爱你。别，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黑雾前辈真是的，一点都不分场合。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其实我该早点发现秦广王的异常，如果早点发现，就不至于还能让秦广王跑失踪。这不是你的错，小秦广的异样，我也该发现才对。不过现在为时不晚，至少察觉到他在跑回阳间，现在去抓他回来就行。不知道赶不赶得上？哎，我还是疏忽了，顾着在意讨伐感染神话，却忽略了身边事。没错，地府又出事了。景象异常惨烈，横七竖八躺着感染生灵的尸体，他们的伤口还在不断流淌黑色浓稠液体，本该能复原的伤口却不止无法愈合，还在伤势加剧，史无前例的景象令阎罗王又要开始睡不着觉了。再加固一次阵法，还有灵德总局要送来镇国级法器大夏江山设计图，什么时候送来？陈教授那边来电话，说是预计10分钟内就到达。让他们再加快速度，8分钟内不5分钟内送到鬼门关。如今地府正筹备反攻感染生灵，我们阳间这边绝对不能出岔子拖后腿，快去通知去。是。来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推开波浪。是秦广王大人，快戒备。他一如既往的可爱，粉扑扑的脸蛋，模样看着可人，然而无人感到温馨可爱，有的是头皮发麻。小秦广王双手各自提着一个感染生灵西瓜，抓着脑袋虾丘，如船桨般甩动，哼着歌。起阵。秦广王大人，请止步！现在特殊情况，不能让任何生灵进出。为什么不给进？陈阿姨，让我回去好不好？这里好无聊，没有动画片，没有玩具，什么都好无聊。我想回去玩。陈阿姨，让我回去好不好？你再等等，现在确实不能进。特殊时期，你等黑雾前辈和鬼后胭脂前辈来，他们如果说我要进去，我就要回去，我不管，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回去，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就这些了，始皇帝，你要了解这些神话体系做什么？朕虽不清楚华夏大地历经多少危机与苦难，但我华夏之人脊梁绝不能断。华夏之人脊梁绝不能断。几人呢喃自语，下意识地握紧了拳。这些年来，外国神奇盛气尘上，不仅处处打压排挤华夏，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在华夏传播福音。已经有很多华夏年轻人成为了他们的信徒，反倒是质疑和鄙夷华夏文明。华夏的脊梁已经出现问题了。不过，这并非不可逆转。现如今秦始皇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郑哥，我好像闻到老乡的味道了。朕也察觉到了，走吧，去看看。别碰到黑色液体，会被感染的。启用大夏江山设计图。伴随法诀驱使，修道之士们合力催动，位于阵眼的镇国级法器大夏江山设计图如一幅画卷张开，裹住军列的防守阵法。让我回去！
大夏江山社稷图可不是这么用的。始皇帝，始皇帝嬴政。大夏江山社稷图，没想到2000多年多去了，还能再见他。你是谁？难道你又是来阻止我回家的？像他是谁？怎么看起来不是人，更像是感染者，又好像是鬼。他很像我老师秦广王，是地府的十殿阎罗之首，统辖人间寿命之长短，或者按照其生前所造善恶发放投胎，或男或女，或贫或富等，承受其果报。但是据我所知，秦广王不是这么一个小孩，不过他身上有老乡的味道，味道比一般的老乡强大很多，肯定很美味。地府的人，你的老师说来有点对不起郑哥啊。当年我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坑杀了20万将卒，在后世才留下这么大的差评，以至于我死后本该直接下地狱的。后来秦广王放了我，可能是觉得就这样让我下地狱有点可惜，就让我留在了地府做个幕后小兵，将功赎罪。是这样的，我在为你换呢，你也是来阻止我的。正好可以练练手。对呀，你这个小垃圾。山河囚笼，让我回去。不行，他的实力还是太多了，得找个准圣境界才行。看来得找那些神话体系来练练手才行。毕竟齐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凡这世间日月星辰管道之处，皆为我大秦领地。那些什么神话体系也是一样。一旁的项羽突然感受到嬴政身上散发出一股帝皇之气，霸王体质也忍不住颤抖了起来。这也太强了吧！我怎么感觉始皇帝比叶之王还要厉害？你说始皇帝不会杀了秦广王吧？不好说，估计除了叶之王，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没错，这气息是秦广王没错，但是很奇怪，他身上也有老乡的味道。那黑色液体有那么强吗？怎么一个个都怕成那样子？虽然始皇帝说的很过分，但是我竟然感觉他说的很对。不过跟始皇帝嬴政比起来，秦广王算个啥？始皇帝才是我喜欢研究的对象啊！郑哥，可以看一下你的肌肉吗？你放心，我没别的爱好，就是单纯的想要看看你肌肉是不是跟正常人一样的。你们的嬴政竟回来了！叶之王，您回来了。秦广王他……我回来的好像不是时候。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皇兄，有话好好商量。我们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打架，这有点不好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兄弟感觉多么差呢。2000年了，整整2000年了。你知道朕这2年是怎么过的吗？皇兄，你不是一直在睡觉吗？难道有什么比睡觉更爽的事？不信你问问屏幕前的铁子们，是不是呀？他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不对，2000多年朕能干多少事啊？早就统一整个世界了，好不？对，都是这数字耽误朕的。皇兄，你是不是在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要是没睡觉，早就统一整个世界了，对不对？你想多了。皇兄，你也不想想，你当初不过是凡人之躯，大秦成立那么多年，你没日没夜的处理政务，说又说不得，劝又不听劝，时间久了才导致你身体这么虚。乃公动用神秘力量，才给你来个超级大外挂，睡了2000年了，直接让你到准圣，你还不满意了？我是做错了吗？我有错吗？哼，朕才不听你胡说八道！你这数字满嘴都是胡话，剧情都是你瞎编的，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朕要是听了你的话，朕才是大冤种啊！这也被你知道了，皇兄，你长见识了呀！洛基，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听闻克苏鲁神话已经拒绝了我们了。原先是由我去游说，但他们拒绝了我。后续我又去了一次，依旧被拒绝。他们很特别，特别程度不亚于我等感染生灵。我本以为他们会选择中立，没想到被叶之王一方说服了。不知道他这是如何办到的？其他神话洽谈如何？洽谈的不错，玛雅3神话已答应合作。如今天庭、西天遍布天照神国的眼线，所以为了避免被叶之王洞察，先在北楼9界集结，不让叶之王发现。不错的主意。然后呢？除了玛雅3神话，应该还有其他神话吧？你说的没错，所以不只是玛雅3神话同意联合，我等令埃及9诸神站在我们这边。埃及神话可不是衰败的神话，是强盛的5大神话之一，与天庭、印度神话等同拥有着久远的古老。
他们的加入不比克苏鲁神话差。埃及神话居然会同意吗？毕竟和奥林匹斯神话、天庭都是古老而久远，更有新生的克苏鲁神话，新老结合，我想九柱神会偏向于他们。你说的没错，九柱神确实是偏向于夜之王那该死的家伙一方。打一开始是如此，只不过后续不是了。啊？为何？所以我感染了他们，我要让他们明白，守旧求稳，终究享受不到神权稳固，不做出抉择不行啊。不愧是水神公公黑神皇，做法还是那么粗暴霸道，我喜欢。有变故，人间又出了一个堪比夜之王嬴正经的人。我要回去，我要回。矫情广乖，现在不能让你回去，你生病治疗好才能回去。我不，我就要现在回去，就要现在。还好接住了，难怪扶苏对自己这个亲爹那么惧怕，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应该庆幸，要不是有正经在，朕不管你是秦广王还是谁，你已经死了。郑哥，你看他都被你吓哭了，那又如何？皇兄啊，这我就得好好跟你说了，真正的教训不是让孩子害怕，而是让他理解行为后果，通过合理的规则或体验引导其反思。所以再教，朕就嘎了他，怎么？这不是后果吗？还是说你在教朕做事？你这么一说，我竟然没法反驳。父亲，他欺负我，陈阿姨欺负我，好多叔叔伯伯都欺负我，他们不让我回迎接，我肚子饿。听到父亲2个字，嬴政直接忽略了后面的巴拉巴拉，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嬴政经。毕竟在嬴政眼中，皇亲国戚，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可以是要记录在嬴氏族谱之上的。父亲，这庶子什么时候有孩子了？朕怎么不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先不要说，这是我认的，不是亲的。Do you understand？ 又在说什么朕听不懂的鸟语？果然，这世界还是一种语言就够了。待会你最好给朕说清楚。安啦安啦，你哪凉快哪边去。陈教授，有个事情拜托你。什么事？夜之王前辈，你尽管说。帮我给在座的各位都点一杯最贵的奶茶，感谢他们的拖延。小秦广，钱等会你找小黑要。嬴政堪比夜之王，神功高啊！区区一个人间的凡人而已，你未必也太大惊小怪了。夜之王是嬴政的亲弟，嬴政是人间大夏的第一个皇帝，而且一开始我派了200万感染者夏人大军前去捉拿嬴政，用来对付夜之王，然而全部都有去无回。你不是说感染者是不死不灭的吗？怎么可能会是有去无回？难道那个什么嬴政也有克制感染者的办法？他跟夜之王为亲兄弟，还是人间的第一个帝王，我想他也是能免疫感染的存在。人间的小喽啰，随便派一个弱一点的神话过去灭了便是。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感染源头，只有融合了源头的力量，估计我们才有可能突破圣人之境，拿下整个洪荒。没错，自从水神共工跟黑神皇融合了之后，成为了6边形重度感染者，不管是实力还是阴谋诡计，都是这里面最强大的存在。莹莹已经成为了重度感染者的头目。也是，小喽啰都是的先一下，没有任何威胁，到时候让凋零的玛雅神话试试嬴政的深浅。源头是阴阳间恶念孕育，如今上界由我等在处理，他必然是前往阳间才对。但问题是，现在我们不好回去阳间，毕竟天堂之门被上帝做了手脚，南天门又有斗战胜佛，二郎神那两顽固在负隅顽抗。每次我等要突破南天门，玉帝那边也会里应外合。源头的实力我等不得而知，只有犹大知道。但是犹大如今被夜之王封禁，如果源头被夜之王一方发现，奥林匹斯神界12主神联手夜之王，一同镇压源头，源头或将被镇压，届时可就不好办了。毕竟别忘记了，我等有一个重要的同伴叛变了。倒是忘记了，还有陈渊泉这个叛变的同伴。如果他研究源头，确实是个棘手事。我等接下来该如何行动？犹大被生擒，还算影响不大，但源头被生擒，这事情可是影响接下来。奥丁要是知晓此事，恐怕会动摇。制造筹码吧，不管源头是否会被那该死家伙镇压，但以防万一，需要未雨绸缪，以最坏的结果去打算。你是说，既然夜之王一方若以源头为要挟，我等也需要有要挟的筹码？可是什么样的筹码可以与源头对等？筹码也得对等才行。如果是分量小的筹码，
起不到作用，但那是源头，能与之对等的筹码是什么？阿弥陀佛，有我作为筹码如何？将我的感染褪去，换取源头。还不够，你是西天的统御者，但源头的分量影响更大，还是有所欠缺。那如果再加上另外2个呢？哪2个？南天门的斗战胜佛和二郎真君。你敢信？众人的源头竟然在秦狗阳体内，让秦狗阳有超大的暴脾气。就在刚刚，就在嬴政经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一个香港脚飞出。郑哥，你特么堂堂一代秦始皇，始皇帝这样对一个孩子，这是一代皇帝该有的样子。叫啥叫？你看，感染源头这不是出来了吗？这么也行？效率？什么叫效率？这就叫效率，懂啊？老乡，这绝壁是老乡的味道，感觉我吃下去，实力至少暴涨几个档次啊！对于突然出现的人物，嬴政经一脸迷茫，随即嬴政迷茫，项羽迷茫。不是，你是谁呀？在下项羽。项羽。不是你，项羽，你怎么复活了？不对，项羽，你怎么出现在郑哥身边？难道你想？不，我不想。此刻，我只想跟随郑哥。给我一个不嘎你的理由。哦，真不愧是项羽，竟然能接下我一层力量。这就是嬴政经的实力嘛，只是一层力量，就差点让我灵魂出窍，爽，太爽了！住手！怎么就不允许你收门客，不允许朕收小弟？这能一样吗？你不知道这个项羽他说过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他想取代你，你还留在身边，你要不要这么大气，我的皇兄？那又如何？收买人心，朕不如你，但是人格魅力这方面，你还差得远呢，因为他是自愿的啊！瞬间，嬴政经亚麻呆住了，他无语了，他太无语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你喜欢就好。嬴政经，你听我细说，如此，这般，阿巴，就是这样。原来如此，这般，阿巴，我懂了，那就是说你和郑哥都免疫了感染生灵，郑哥就算了，你还是霸体，能吸收感染生灵，你们要不要这么开挂啊？夸奖，怎么？你有意见？有意见你去找作者啊。我说，现在是你们巴拉的时候吗？这个东西你们不管了。话说陈元泉，你觉得广小青肚子里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感染生灵？应该是，且非常特别，可能是感染进化的，而且它里面的东西很不对劲，我居然有种害怕，有种望而生畏的感觉。连你都能惧怕，那应该是感染源头没错了。叶之王，你怎么一说，好像感觉应该有道理啊！小心！随着一声爆炸，等嬴政几人回过神来的时候，感染源头不知所踪，而地球外面站着几个不速之客。圣公吧，你的当心会不会是多余的？不过就是一个人间帝王而已，还需要我派战神伊斯卡布、死神阿普切一起出手捉拿他？人间充满着未知，你也是从人间进化而来的，我们也是从人间进化而来的，所以派2位太乙经先下人间捉拿嬴政，我觉得很合理。你忘记夜之王也在人间了吗？他的实力，我那2个手下可不是对手。所以我们准备进攻天庭了，他想必不会待在人间。我来此也是为了完成对你的承诺。华夏大地，谁不知道始皇帝3个字的含金量有多大？只是一人便可浩然整个天下。就在上一集，玛雅神话来袭，一个洞洞多就想毁灭地球，但却不是这种技能在主角团面前就是花里胡哨。还好我反应快啊，差点整个地球就要领盒饭了。郑哥，这你能忍？他们已经有了取死之道。这剧情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全部下来的郑哥啊，不是在打就是在打的路上。项羽，跟朕上去瞧瞧，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朕的地盘撒野？好嘞，郑哥，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就在嬴政2人整装待发的时候，却不见嬴政经有所动作，让他的嬴政有点不解。庶子，你不是最爱出风头吗？你不上，难道还想要朕打头阵？都是活了几千年的人了，还出什么风头？我现在走的是低调主义，更何况来的人实力也不咋地，对刚出社会的皇兄来说，练手还是可以的。哼，你忍得了，可这个忍不了。看着嬴政的离去，嬴政经已经能猜到后续的剧情了，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啊！在这个圣人不出的时代，准圣即是巅峰。正哥，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嬴政经，我怎么看你愁眉苦脸的？怎么，你是不相信始皇帝这3个字的含金量？老陈啊，你那么聪明，你知道为啥我们端这么急了，还是没有圣人出现吗？你这么一说，我好像还真没想到。不过我只是个科学家，对于你们境界上面的事情，我也不懂。但是如果你要我研究一个圣人出来，我倒是更感兴趣。不是，你有这么变态吗？这都能研究出来？你难道不知道，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玄学的尽头就是科学？给我一根头发，我能翘起一个地球。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更感兴趣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搞一波大的？叶之王，你是想到了什么歪主意了吧？看你那表情，又要我当牛马打工人是吧？哈哈哈，知我者老臣也。就在两人巴拉巴拉的大吹牛皮的时候，嬴政、项羽两人已经来到地球表面。羽蛇神主神也太大惊小怪了吧！即便我们是没落的神话，但是也没必要如此侮辱我们。银河系这么大，偏偏要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要我说，那个什么感染神话也不过尔，连区一个人间帝王也怕成这鸟样。别废话了，主神大人自有他的打算，当务之急拿下嬴政才是大事。既然能把我的技能弹出来，有点本事，不过也只是如此而已。你们是何人？知道我等是谁不？我走。尔等是何人？敢来朕的地盘放肆？这位呀，难道你是大罗金仙境界？你是嬴政？嬴政，你是嬴政？乌鸦坐飞机。郑哥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嬴政，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我等是谁不？区区凡人也敢对我的玛雅神明出手？玛雅神明很好，朕记住你的了。玛雅种族，朕灭定。他不怕，一个凡人竟然不怕我等神明。项羽，拿下他！太乙金仙的魂魄，想来朕的人皇番应该很感兴趣。你俩就在朕的人皇番里再做兄弟吧。主神大人绝不会放过你们的。始皇帝、祖龙，人间第一个帝王嬴政，称号真是多。不过那又如何？如今我等已是感染神话的一员，我等着你过来。另一边，感受着嬴政已经解决战斗的嬴政经也准备过去凑热闹，却不料我们的前期主角小黑来到了他身边。小黑，你怎么过来了？嬴尊，有点事情，可能需要你过去帮忙。天庭那边准备开战了，感染大军开始进攻了。天庭那边了吗？我明白了，等会我跟郑哥说一下，我便上去天庭看看。说真的，我还没上去过天庭呢。咦，嬴尊，始皇帝也复活了吗？那有他在，我们打赢感染神话估计问题不大。毕竟只有嬴尊一人，下属还是有点担心的。怎么说话的？我在你眼中就比不上郑哥了是吧？也不是这么说了，主要是嬴尊你太浪了，顺风局老是被你打成逆风局，要是始皇帝在，就不会这样。好了，你可以走了。嬴尊，我话还没说完，是关于圣。你还是先过去帮忙吧，老是在这里贬低我。嬴政经，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圣？难道是圣人境吗？不，有吗？管了，下次再找他一下就知道了。对了，你现在是要回749局跟你姐商量那个地球计划是吧？用不用我送你一程？不必，在地狱待久了，实在是太无聊了，正好可以观察一次，要看怎么改造。也行，你可别再搞什么变态的东西了，我现在可没时间再跟你折腾那么多玩意，虽然说我也挺感兴趣的。哈哈哈。郑哥解决了，你来晚了，2个太乙金仙的小喽啰而已，朕已解决。那你很胖胖哦。对了，郑哥要不要跟我去搞一波大的？说来听听。就在嬴政经噼里啪啦、阿巴阿巴的说了天庭的经过后，嬴政沉思了一会后，正经，玛雅神话在哪里？朕要过去把他们收下来。不是，你不跟我去打天庭吗？不对，玛雅神话在哪？我怎么知道？你以为我无所不知？难道不是吗？小说都是你乱编的，这你能不知道？不知道，一点用处都没有，终究还是要朕亲自出手。
陛下，带路。正经，天庭那边朕相信你能解决，而这边朕不能忍。这家伙真是的！就在刚刚，玛雅神明入侵地球捉拿嬴政，却不料反被击败。身为归靠的嬴政主打一个礼尚往来，一个巴就来到了玛雅神明之地。一个莽荒之地，竟然有这么高的灵气浓度，简直是暴殄天物。郑哥，你说的对，对的东西要用在对的东西身上，不然就是浪费。里面的神明们能喘气的都给我滚出来！ Who dares to break into our Mayan kingdom？ 不是华夏语，嘎了。还是郑哥深得我心，我早就想这样了。上啊！对了，他刚才说了什么？郑哥，根据我在9年级义务教育学的知识来听，他好像是在说，竟然谁这么厉害，竟然能秒杀了我！幸好来的时候用了1秒学了整个洪荒所有的语言，不然还真是被他惊艳到了。此时的郑哥讲究的是可以不学，但是不可以不会，毕竟他还是要以德服人，主打一个不听话再用。嬴政，你们好大的胆子！我们没去找你，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不爱被抓获，不爱被抓获，不爱被抓获。就在这一瞬间，100万玛雅大军来袭。每一个玛雅神明都围绕着黑色感染液体，实力最低也是地仙境界，最前面的3位神明更是大罗金仙境界，大的气势喷射而出，瞬间就可以感染任何一个神明。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眼前的这2个人是开光过的，根本不惧感染。天庭南天门，曾经伟岸的南天门，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斗战胜佛坐靠在南天石柱上，席地而坐，闭目小歇。估计刚才过后，一时半会不会有感染生灵来，休息会儿吧，困死俺老孙了。就在刚才，斗战胜佛与2郎真君再度遭遇感染生灵的进攻。自镇守在南天门，他们如同永动机似的，不时的需要抵御感染生灵群，数量太多了，仿佛杀不尽杀不完，永远没有一个头。但即便是如此，斗战胜佛和2郎真君除了抱怨几句，并未有过退缩，哪怕期间斗战胜佛在后续遭遇被感染的如来佛祖出手，因而推断出西天沉沦，佛心受到动摇，险些被感染。斗战胜佛也不曾放弃镇守南天门。你的阿弥陀佛呢？怎么不说佛语了？这是打久了，给你打的又回去了吗？变得曾经大闹天宫一样的泼猴形象。斗战胜佛发出大笑，接过玉瓶，打开香瓶中的琼浆玉液，一饮而尽，恢复自身伤势。7天都没了，连如来那家伙都被感染，还阿弥陀佛什么？等俺老孙抵御完，重建了西天，再阿弥陀佛也不迟。现在俺老孙只想打个痛快，好好敲打如来了。以前老早就想打一顿如来了，现在如来被感染，正好有了机会。2郎神看得出，斗战胜佛看似在笑，但眼中的光早已变得灰暗，只不过是在强颜欢笑。大师兄，大师兄。老朱，老沙，斗战胜佛惊得起身，2郎神也眉头皱起，盯着眼前的庞然大物。看来被感染的如来没有了慈悲心，只有想杀人诛心。阿弥陀佛，斗战胜佛，你看我将谁带来？念你守护南天门有功，我将你2位师弟带来与你相见。如来，斩老孙一棒！烦死了！孙悟空想过再见到猪八戒、沙僧，但没想到会在这般情况见面。其心此刻如刀绞活寡，死死盯着猪八戒和沙僧。大师兄，你吼那么大声干嘛？吓着老猪我了！大师兄怎么就你在？师傅呢？没跟你在一起吗？果然，感染生灵果然是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一变。他们转化重度感染生灵，已经是不再需要心怀恶念。因为早在见到不久前与如来佛祖交手，他们便有猜测。毕竟如来佛祖可是心怀慈悲，万万不可能被感染成重度感染生灵。狗哥，你干嘛呢？让你帮我保管9齿钉耙，现在我回来了，怎么不还我9齿钉耙？9齿钉耙嗡动，似乎有了反应。严分点，那已经不是老猪。只是随着9齿钉耙被斗战胜佛安抚下来，被感染的猪八戒却是一脸幽怨。后真不责，我就是老猪啊！你认不出老猪的气息？难不成还认不出老猪这个大肚子吗？
够了，休要拿老猪皮囊在俺老孙面前作祟。俺老孙就算不用火眼金睛，也知道现在的老猪不是老猪。不要被他们激怒，他们这是故意激怒你。俺老孙知道，但他们很清楚怎么激怒俺老孙。斗战胜佛压抑不住怒火，二郎神还想说些什么，但一声犬吠响起，二郎神身子一震。哮天犬，主子，萧天好想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哮天犬犬吠一声，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哮天犬被感染，如果不是现在哮天犬站在如来佛祖身旁，二郎神都要以为哮天犬抵御了感染归来。二郎神皱眉，哮天犬的出现进一步验证他心中所想。感染生灵，果然有了将生灵转为重度感染生灵的手段。如果有此本事，天庭或将真正的沦陷。阿弥陀佛，我们可不是来刺激你们。我想二郎真君，你应该也看得出，我等如今的今非昔比，你们还在负隅顽抗，而我等已经再度发展，跨入了新的进化。进化？我等如今有着将生灵直接转变重度感染生灵的方法，且手段很多。斗战胜佛，你不是很喜欢吃蟠桃吗？只要你吃下这颗蟠桃，你便可与净坛使者又是在一起，继续称兄道弟。够了，别拿如来那一套来压老孙，你现在不再是如来。阿弥陀佛，我怎么不会是如来呢？我一直都是如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不过你若是不喜欢吃蟠桃，我可以换一个方式。斗战胜佛和二郎真君只是守护南天门，却不料感染生的人袭，而且还是升级进化感染者，一眼望去都是熟悉面孔。都是老乡啊！好久不见，斗战胜佛孙悟空，二郎真君杨戬。你不是水神公公，你是谁？我怎么会不是？我一直都是，你难不成认不出吗？你是男的女的呀？俺老孙还真没认出来啊。不过无所谓了，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叙旧，我来此只有一个目的，我在此诚邀两位成为我等同伴。还有我代表北欧九界诚邀两位成为同伴。邪神洛基。斗战胜佛闻言心头暗道不好，他是不知道洛基，但他知道北欧九界是什么，一个除西天、天庭、天坛外的另一大神话。北欧九界也被感染了吗？斗战胜佛，二郎真君，放弃吧，你们两位有所不知，在你们以为还在抵抗感染神话时，实则感染神话已和北欧九界、埃及神话、玛雅3神话等神话接触，他们成为了我们盟友。天庭早已无法和感染神话抗衡，就像是为了验证洛基的话似的，感染后方人群又走出了埃及的一位九柱神。之所以我们感染神话迟迟不出手，那是看在天庭的高风亮节与宁死不屈的气量，不忍将你们残忍对待。但现在也该收网了。不日之后，我等将亲临不周山，与玉帝见分晓。两位应该知道结果如何。与其天庭血流成河，两位不如劝劝天庭收手，成为我等同伴，并没有什么不好。未来都将是一个大家庭。周真果德，猴哥你还想什么呢？天庭怎么可能对抗得了感染神话？加上北欧、埃及、玛雅等神话，都足够令天庭沉沦，只会在感染神话带领下变得更和谐，万族大融合罢了。神话都不分彼此。猪八戒、沙僧、哮天犬相继开口，二郎神和斗战胜佛却是在短暂的凝重后，持起手中的3尖两印戟金箍棒，用行动证明其原意。这一战打得天荒地裂，即便是强如斗战胜佛和二郎神，面对诸多加强版的重质感染者，也不得不燃烧血脉全力去战斗，因为此战绝不能败。